青儿没能抓住袁应星，将姚师妹带回来，还请掌门责罚。起来说话。此事不怪你，多亏了你阻止了金不换的疯狂行径，破了连杀阵，没有酿成大祸。否则，别说是陆谷主，就算我这个武林盟主，也没法向各大门派交代。现在袁应星已经死了，大家可以消停消停了。袁应星没有死。什么？传回来的消息说他已经命丧火海了。是误传，我担心此事再起风波，便没有声张。近期碧落谷生变，各大门派也各自回返，再重新召集剿匪也不太可能。此事的确不宜声张。等等，福儿还没回来，他会不会被袁应星抓走了？姚师妹不会有事的，袁应星不会伤她。哦，你为何如此肯定？袁应星对姚师妹余情未了，而姚师妹对袁应星也并非无情。绝不可能，福儿不可能跟圣月教的人动心，一定是袁应星用了什么不入流的手段。我们要尽快把福儿救回来。我现在就去召集各大门派掌门，派人去抓袁应星。不出意外，袁应星正在去阴山的路上，他准备回阴山重振圣月教，那里地形太过复杂，我们的人没有去过，贸然前去太过危险。在理，此番碧落谷生变，各门派已舟车劳顿，现在就是追过去，我们也占不到便宜。不然这样实在不行，我亲自去一趟，把福儿救回来。您是云门掌门，更是武林盟主，以身涉险不妥。况且以姚师妹的武功，虽然不能跟袁应星一战，但自保仍绰绰有余。更何况袁应星真的不会伤她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总不会让福儿再在圣月教待个3年5载吧？其实要解决此事不难。您常说以和为贵，我们与圣月教能否用和平的手段解决？和平手段？譬如说议和。议和？哼！那些不知羞耻的下九流，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议和？掌门，圣月教并非全是十恶不赦之徒，只是行事没有规矩。哼！圣月教跟整个武林的深仇旧恨，不是用1句2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。青儿，你太年轻了。好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福儿的事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掌门，我还有一事。何事？我要娶妻。娶妻？谁？不会是你带回来的杨姑娘吧？是她，我是真心想娶杨姑娘的。她，我有印象，大庭广众之下与人拉拉扯扯，言行举止没有规矩。她和你根本不是一路人。咱们几大门派里边，喜欢你的姑娘一抓一大把，挑一挑，挑几个和你辈分相宜的本分姑娘也不难。更何况，你跟福儿从小有婚约，福儿还比不上她，你何必放着那么多跟你相配的姑娘不要，非要娶一个村姑？大概是因为她长得美一些。你给我严肃点。掌门，她没有多好，与我有多般配，那又如何？我喜欢的是阿月，我只想娶她，也只会娶她，请掌门成全。你，圣月教的事还没有解决，你现在还有心思搞这些情情爱爱的事？在这节骨眼上，你娶妻的事就别瞎想了。
我一定要娶她，我已经答应她了。你这次下山把修行都丢得差不多了，你眼里还有没有云门？还有没有我这个掌门？早知道就不该让你下山。你什么都不要说，回房间好好闭门思过，想好了以后再来见我。我的想法不会变的。师叔，这都3天了，你说您不吃不喝，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。要不，您多少吃一点。我没事，你出去吧。掌门，3天了，他什么都没吃，一口都没吃。随你们一同回来的杨姑娘，你可了解？杨姑娘是杨柳镇的孤女，她有一个在圣乐教任职的舅舅，不大懂礼数。掌门，您问杨姑娘做什么？哦，随便问问。有一个圣乐教的舅舅，那杨姑娘不会是圣乐教的人吧？啊，不是，杨师叔怎么可能带一个圣乐教的人回云门呢？据杨姑娘说，她已经跟圣乐教的亲戚断绝来往了。只是什么？说清楚。只是在我看来，杨姑娘的处事原则和行为举止，和圣乐教的人颇有几分相似。我们回来的路上，她一直在纠缠杨师叔。虽说他给了我们许多的帮助，但也添了不少麻烦。那他跟你姚师叔相比如何？那自然是云泥之别。她一个小镇姑娘，怎么能跟姚师叔相比呢？杨青竟为了一个村姑如此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撑多久。先回去吧。是。杨姑娘，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都到云门3天了，杨青连个人影都看不到。他不来找我，就只好我来找他呀。杨师叔被掌门关禁闭了，现在谁也不能进。哎，杨姑娘，你快走吧。杨青被关了啊？为什么呀？不是我说你们云门也太不厚道了吧！杨青在外面操劳了这么久，竟然一回来就被关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救他。哎，杨青，杨青！杨姑娘使不得，没有掌门的许可，师叔不能出来。死老头，你们干脆把他憋死算了。阿月，杨青，你武功这么好，能不能自己出来啊？我可以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出来啊？我不是不能出去，而是不可以出去。掌门罚我面壁思过，
我岂能将他的话当作耳边风？那你要把自己关到什么时候啊？能不能主动认个错，赶紧出来？谁说我要主动认错？我要面壁思过，直到掌门心软。我越惨，他就会心软的越快。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就要去找别的情郎了。我喜欢的男人多着呢，追着我的男人也多着呢，你才轮不上。是啊，阿月喜欢的人多了去了，才轮不上我呢。哎，杨姑娘，这不是聊天的地方，你快走吧，一会儿掌门来了就更麻烦了。哎呀，所以你到底犯了什么错，要和你们掌门闹得这么僵？他说我脑子有问题。他才脑子有问题呢。因为我跟他说我要娶你。什么？杨晴，你不是骗我的吧？你是在骗我吗？杨姑娘，快走！杨晴，我还会来看你的。阿月，如果见到掌门，千万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，不要跟他吵。行，杨青到底为什么被关起来啊？你说他就和掌门说了两句就被抓起来，难道？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好像杨师叔没把姚师叔带回来，掌门有点不高兴。哦，他又在逗我，还说是因为要娶我。哎，杨姑娘，那个，我有一事想要问你啊，是关于林姑娘的。当时碧落谷出事，我还没有把她安顿好，就被掌门派出去了。不知林姑娘现在是否安好啊？林姑娘？啊？哦，你说林音啊？放心吧，她好得很。那林姑娘现在在哪儿啊？她一女子独自在外多危险，要不我现在把她接回云门？瞎操心，林音的本事足以自保，现在不知道在哪逍遥快活呢。那好吧，嗯，是我多想了。他怎么怪怪的？少公主，我爹怎么样？少公主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孤主已无大碍，只说让您去云门。云门？袁一星都已经死了，云门查孩童失踪案也断了线索，父亲还在担心什么？啊，是这样的，袁应星死了，孤主很满意，可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圣月令，也就是金不换所说的月刃。到底盟主令日月双刃是否还在，我们依然不知。对了，金不换擅自开启连杀阵，捅了这么大个篓子，他人呢？这也是谷主担心的地方。密云林一战之后，金不换就没了踪影。谷主担心他已经找到了月刃，并想将之据为己有，已经加派人手去搜寻了。哦，他不见了。哼，这样也好，就没人纠缠我了。我去云门也轻松不少。哦，对，这是云门令牌，您收好。有了此令牌，除了云门禁地，在云门任何地方都可以随意出入。云门最近正在招收新弟子，谷主已经打点好一切，让您以变药师的身份前去，伺机搞清楚盟主令的体系。唉，可自打孩童失踪案后，云门的人就对我们有所怀疑。唉，之前我们用金不换，手段酷烈，云门的人也很是反对。我恐怕去了云门，也很难有可乘之机。少谷主您放心，谷主已经把所有不利于我们的消息全都推到金堂主身上，我们基本是没有嫌疑的。再说了，袁应星死了，我们碧落谷是首功，这才让您有了去云门教习的大好机会。您这次前去啊，是以切磋两派武学为由，但切磋不重要，传授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您要利用好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搞清楚是否如金不换所言，月刃已经丢失。我知道了，
我会尽力去查。一旦确认月刃丢失，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把云门拉下盟主之位。是。哦，对了，谷主思量再三，还是决定把这本六合神功交给您。他说希望少谷主勤加修炼，以防不测。爹爹早就该把它给我了，有了它，我武功大增，杨公子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风掌门，听说您找我。我云门弟子在外历练时，你帮了不少忙，我替他们感谢你。风掌门，您可太客气了，江湖儿女本该行侠仗义，更何况我跟杨青是什么关系啊？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杨青跟你什么关系啊？杨青说我们是什么关系，我们就是什么关系。原来真的是你缠着杨青，让他忘了规矩，失了礼数。我刚想问您这事儿呢，您怎么把杨青关起来了？他做错什么了？您知道他都几天几夜滴水未进了吗？这是云门内的事，与你无关。你一个姑娘家，离开家那么久，家人一定会挂念你，还是赶紧回杨柳镇吧。我会提前打点好一切。哎呀，杨柳镇早就没有我的家人了，我现在最亲近的就是杨青，他答应让我留在云门的，我要等他出来。掌门，您就让我留下吧。云门有云门的规矩，不守礼法、不守规矩的人，不留。您去杨柳镇问问，我可是清白人家。那你说说喜欢青儿什么地方？啊，像杨青这样的少年英才，敢问谁不喜欢他呀？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不是，我重说，杨青他不同流俗，高风亮节，我日后要向他多多学习。青儿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好孩子，只是杨姑娘你还年轻，感情上的事并非那么简单。你与杨青认识不久，你只看到他的表面，你并不了解他。感情的事情本来就不复杂呀，如果掌门担心我不了解他的话，就赶紧把他放出来吧，让我跟他多多相处，加深了解。胡闹！你如此缠着杨青，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。男女之事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？您若实在担心的话，要不就让我俩成亲吧，这样就名正言顺了。你个姑娘家，怎么能随便把这种话挂在嘴边呢？我问你，到底怎么样，你才会离开杨青？她不是你能配得上的。风掌门这话就有点伤人了。敢问杨青是什么人能配得上的呢？青儿有个未婚妻，他二人从小青梅竹马，无论是性格、志趣、德行，都与他十分相配。等福儿回来，他二人便会成亲。哼，那个不知廉耻的毒妇，怎么可能配得上杨青？杨青不可能喜欢他，他们是没有可能的。请慎言。福儿聪明伶俐，秀外慧中，从没给云门带来任何麻烦，还以身涉险，带领各门派去剿灭圣月教。他是我们云门的骄傲，做青儿的良配，绰绰有余。哼，色诱圣月教教主就是知书达理了吗？心狠手辣才对吧？对付圣月教那种异类，总不能用正常的途径。正所谓兵不厌诈。哼，敢问风掌门，日后如果有人用一样下三滥的手段对付云门，
也能称得上是兵不厌诈吗？你一派胡言！你个村姑懂什么？杨姑娘，你跟杨青是绝不可能的，还是乖乖的离开，不要等我请你离开。要我离开云门也行，总得给我点好处吧？好，你说。1000两。什么？云门不会卖人。你们云门就这么穷吗？就这点银两，也能让堂堂掌门如此大惊小怪，真无理。你。少谷主，这便是云门的演武场。待云门选拔完新进弟子后，属下就不能在这待了。回头呢，你要熟知这边的地形，牢记这边的护卫。行了行了，说了多长时间了，耳朵都听出茧了。哎，这都是谷主说的，谷主怕您一心只想着云门的杨长老，忘了自己的使命。哼，这次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唉，连个日刃的影子都没见到就被赶出了云门，杨青又被关了禁闭，这可怎么办？杨姑娘，杨姑娘，哎呦，你怎么走也不说一声啊？你们掌门都亲自下逐客令了，我难道还拉着不走吗？哎呀，掌门只是觉得我是空有其表的村姑，配不上你们杨长老。杨姑娘，你别这么想，那掌门只是一时间难以接受嘛。那再说了，那杨师叔和姚师叔早有婚约。那你说，我跟你的姚师叔谁比较好？哎呀，这……江岩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吗？你可别忘了，是谁找人帮你们解的毒，又是谁帮你们摆平了杨柳镇的村民？太爽！杨姑娘，哎，杨姑娘别走啊！你那儿怎么聚集了这么多人啊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云门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纳新，这是云门的报考点。所有想要参加云门的弟子都会在这里报名，然后参加选拔。新弟子选拔？哈，有什么讲究？哎，没什么讲究，所有人都可以参加，没有门槛。只是这选拔没有那么容易通过，长老们都会亲自把关的。那新入门的云门弟子也像你们一样，可以一直待在云门吗？那是自然，云门的弟子没有特殊的任务，是不允许轻易下山的。有点意思，我去看看。啊，杨姑娘，掌门，杨姑娘已经走了，真没想到她是这种人，为了钱就把杨师叔给卖了。师叔为了她5天没有吃饭了。这样也好，让杨青看清此人的真面目，从此断了念想。上怀，把他叫出来吧，他一直不吃不喝的，铁打的人也受不了。是，掌门，还是您最心疼杨师叔。希望他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吧。掌门放心，师叔深明大义，不会为了一个女子弃云门而不顾的。哎，让！杨姑娘，让！杨姑娘，你别拦着我，我要通过试炼考进云门，堂堂正正的留下，看谁还敢嫌弃我是村姑。杨姑娘，那你就得考虑好，你要是进入我们云门，就得叫杨师叔师叔。在我们云门，师叔与师侄之间是绝对没有其他可能的。这么严重啊？不就是师叔侄吗？那你要是成了我师妹，掌门就更加不会接受你和杨师叔了。他现在就不接受我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留在云门。我不仅要纠缠杨青，我还要跟他来一场旷世之恋，气死他！哎，杨姑娘，哎，你松开！师叔，怎么了？杨姑娘为了不被掌门撵走，要拜入云门，现在连名字都填好了，估计马上就要参加选拔了。师叔，这可怎么办呀？
哎，师叔，你干嘛去啊？我下山一趟。那掌门让你关禁闭，你跟掌门说，之前娶妻之事，大概是我想多了，我回来再跟他解释。姑娘是杨柳镇人士，叫杨望月，我叫杨望月。杨望月，这和圣月叫圣女同名啊。姑娘稍等，带我查查杨柳镇今年的弟子。小哥，你们杨青杨长老也是我们杨柳镇的。我来云门完全是因为他说我骨骼绝佳，是练武的奇才。不信你摸摸。姑娘，杨姑娘，我信。杨师叔都夸您了，那您肯定没问题的。不用摸了，您快请进吧。没事没事，我堂堂剑川传人，自幼习武。虽然门派没落，但我爹总是我天资高。云门考核要求不是多高，我一定能进云门的。姑娘，方才试炼你的好像是云门的汪元浩汪长老，他素来严格，没有刁难你吗？这么小儿科的问题，他还想刁难我？习武的人谁不知道？我叫蒋宇，你呢？杨望月。哎，你们看，那位就是云门的杨长老杨师叔。我们有幸成为云门的新弟子，还得恭敬的称他一声师叔呢。师叔？对啊，这么年轻，这年龄还没我大呢。就是，这也太年轻了一点吧？这杨长老天资极高，武功远超同辈，是云门中最年轻的长老。现在很多后辈都比他年长，大家习惯就好了。这位兄长好像很了解云门。我叫杨望月，请问兄长是？苏明。长老来了。最后一轮考核结束，经我们长老们商议，你们全部通过考核。全都通过了。参见掌门。这些便是今年刚入门的新弟子，看起来根骨资质不错。风掌门，又见面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会变成云门弟子的？谁让你通过的？掌门，杨姑娘根骨、资质、心性皆是上佳，让她入门有何不妥吗？她上佳？你可知道我费了多大代价才把她请走的？什么？她就是把杨师弟迷得晕头转向的村女？哎，要不我现在就把她赶走？哎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把刚进门的弟子赶走，我们云门的威信还要不要？掌门放心，1个月后的入门考，他一定通不过，到时候就能顺理成章的将他赶走。1个月之内，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，你要全权负责。杨青，你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？我现在是云门的弟子，可以堂堂正正出入云门了。杨望月，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？今天你知道吗？我只不过随便过了几招就惊艳了你们长老，轻轻松松进入了云门，我厉害吧？你知道做我的师侄意味着什么吗？你担心这个？这不就是个称呼吗？至于这么在意吗？有这么重要吗？我先走了。不重要吗？在你心里到底什么重要？杨青，你怎么了？
你这样，我有点害怕。望月，我错了。你怎么突然叫我名字？你生气了？为什么每一次你都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？从碧落谷回来的每一天，你骑的马我都会亲自检查，确认没有问题才让你骑。我不知道。我记得你的生辰，即便是错的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可你呢？你问过我的生辰吗？我对你的口味一清二楚，可你呢？吃饭的时候，你总是挑你喜欢的给我吃，以为我喜欢的跟你喜欢的一样。可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。你要给我时间，我在努力啊。回到云门，我跟你说，我想要娶你。可你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开玩笑？你有认真问过我打算怎么安置你，打算怎么跟掌门说吗？因为我相信你啊。不，你从来都不跟我说你真实的想法。遇到什么事情，你只会顾左右而言他，你就觉得我很好拿捏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是想顺着你的心意。顺着我，所以进入云门做我的师侄吗？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们风掌门不想我耽误你、纠缠你，想方设法的想赶我走。我不是舍不得你吗？所以才想了这样的办法。杨青，我现在要叫你师叔了，你不觉得我叫你师叔很好玩吗？好玩吗？天底下我的师侄多了去了，我连名字都记不全，人脸我都记不住，全靠他们认我。我很稀罕多一个师侄吗？你说多么重要的师侄吗？杨青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有话直说，不要拐弯抹角的。杨望月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让我前功尽弃。我在跟掌门拔河，在跟他对峙，我在求他让我娶你，他很快就会心软了。你真的跟他说要娶我？不然你以为呢？再过几天，他就会心软。这5天我没有吃过一口饭，我图什么？图你做我的师侄吗？时光流转，沙漏倒数着天长地久。杨望月，你没有心，你很清楚我喜欢你，却还要进入云门，把这个当作开玩笑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又没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没有说吗？你就是没有。许下一生此去不回头。这怎么能怪我？是我会错了意，你又不直说。你不直说，我怎么知道你需要我干什么？你就只会让我去想。是，我只会让你去想。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那你再好好想想。杨青，杨青，你再不好好配合我，不好好跟我说话，我就不嫁你了。你是什么绝世大美人吗？我很稀罕娶你吗？静儿，你此番出来，想必是知错了。是我莽撞了，不该顶撞掌门。你现在可看清楚杨望月的真面目，该收收心，回到正道上来了。阿月只是有些任性，并非掌门说的旁门左道。你还在维护他？之前我给了他一大笔银两，才让他乖乖的离开。才没几天，他又回来，还成为我们云门的弟子。可云门容不下这种见钱眼开、信口雌黄之人。他能通过汪师兄的试炼，就证明他有可取之处。您常说，
不能以偏概全。好了，我不会跟你探讨一个女子，也不管她有什么优点，如何进入云门。如果她通不过下个月的入门考试，就必须离开。还有，你现在是杨望月的师叔，应该注意分寸，收好你的小心思。我不希望听到任何流言蜚语，否则你们两个我都会重罚。是，掌门。杨柳镇孩童失踪一案，你说跟碧落谷有关，此事的确跟碧落谷有关，但也并非是完全相关。此话怎讲？你看看，这是碧落谷送来的通缉令。金不换。碧落谷传来的消息说，他们也被金不换骗了。金不换并非真心改过，只是假意投诚。金不换进了碧落谷后，就诱拐杨柳镇的孩童，谋取私利，还利用碧落谷的弟子追杀袁应星，借此夺取圣月教教主之位。此事你怎么看？定是陆谷主找了借口，四大门派皆以与圣月教往来为耻。金不换为人狡诈，陆谷主愿意信任金不换，这本身就很有问题。为了此事，陆谷主还带了厚礼，亲自到各大门派请罪。阴山一役之后，袁应星在押往碧落谷的路上逃脱，陆谷主为了颜面，不愿声张，而金不换再次主动出来找他，要帮他抓住袁应星。结果他相信了。如今金不换已死，一切都死无对证。金不换死了？密云林里那具被认为是袁应星的尸体，应该就是金不换。那就只有相信碧落谷了。而且碧落谷也没有诱拐儿童的动机啊。可我觉得此案还是疑点重重。如果要调查此事，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况且被诱拐的儿童都已经回家，罪魁祸首金不换也已身亡，此事就告一段落吧。此案还有很多不对劲的地方，还是让我继续调查吧。如今新弟子已入门，袁应星也逃往阴山，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重要的事上。好了，此事就依照我说的办吧。是，掌门。师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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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师叔，谢谢师叔英雄救美。师叔，我住的房间窗户不仅漏风，屋顶还漏雨，要不你……这几日并未下雨。现在外面下着雨呢。师叔，你忍心让我被风吹，被雨淋吗？休息宿舍的事情，江岩会去做，无需我亲自。江岩怎么能进我的闺房啊？还是师叔你来修吧。杨望月，你既然一心想入云门，做我的师侄，那就应该与我保持距离。我可不想其他人对你我产生什么误会。你怎么连名带姓的叫我？你既然喊我师叔，就应该做好师侄的本分。我从今以后，不要说不合时宜的话，做不合时宜的事情。杨师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哎呦喂！我还以为是谁呢，没想到是刚入门的外门弟子。怎么，妖性不改，入了我云门还是妖女作风？哼，与你何干？与我嘛，自然是没有干系。只不过想提醒你一下，1个月后会有试炼，怕某些人到时候只能灰溜溜的离开。哎，我说陆萱萱，你一个碧落谷的人，跑云门来管什么闲事啊？杨姑娘，不可对陆师姐无礼啊！师姐，杨公子，
掌门让我准备的药材，我已准备完毕。你答应教我的剑法，可不许食言。你不许教，你也不许学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姓陆的，杨姑娘，慎言，这陆姑娘是掌门请过来的变药夫子，你要是把她得罪了，掌门不会放过你的。杨青，陆姑娘，去演武场吧。你想学什么招式，我来教你。好。江岩，你再跟我说一遍，这陆轩轩是云门请来的变药夫子，碧若谷会这么好心吗？哼，我看这陆轩轩肯定不怀好意。杨公子，每次杨望月在的时候，你便答应教我剑法，他一走，你就借口有事匆匆离开。你今日可不能再推辞了。陆姑娘，杨公子若是再推辞的话，我便只能找掌门说道此事。毕竟，我过来也是想学有所成的。上次我见杨公子使了一套剑法，行云流水，若游龙惊鸿，教我那套剑法可好？那叫速问剑法。好。这套剑法练意不练形，叫做落霞孤卧。陆姑娘练剑之时，必须剑破落霞，剑指孤卧。倘若你能把这2个招式学会了，我便教你剩下的剑法。还请杨公子多指点。这套剑法需要内力深厚之人才能使出，陆姑娘一时练不会，也不打紧。我明白了。陆轩轩年纪不大，素来娇生惯养，绝不可能短期之内练成如此深厚的内力，除非……怎么样，杨公子？我刚才的剑法可有出错？陆姑娘刚才有一招，似乎用力过猛，不如你再练一遍。好。哎呀！杨公子，可能我刚才有些用力过猛，现在感觉身体不适，要不我们改日再练吧。千种解不开的谜，难不止一个你。红尘道几句逆路而行，沉睡的梦渐渐苏醒。从你眼睛掉落下的泪滴，那斑驳的影里，我看见我自己。那闪耀